姐姐们，我们先介绍我们店的其中第一个招牌，这个叫做生呛海鲜锅。哇，好香！Sweet。炝海鲜锅的确是一个粗暴但是有效的烹饪方式，用的是米酒，因为米酒沸点比水低，形成的蒸汽不至于温度太高，所以才使得这些虾、蟹、贝壳类造成大量的脱水，而没有把海鲜里游离氨基酸脱出来。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，容易去腥保鲜，表现了渔民以海为生，以海为自己的家，以海作为自己生存以及食物来源的依恋。吃着炝海鲜锅，能够感受到这一份意念。原始的做法其实就是渔民他怎么吃，我们就跟他学。这种做法最好吃，因为它就是食材的原味。然后我们介绍这个叫做盐焗扇贝。哇，好香！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好香，好香。然后这个是跳跳鱼。这紫菜，紫菜海力堡。然后这个地瓜汤为什么会在这整桌上面？因为我们闽南这边它其实种稻谷是种不太好的，所以当地就是种地瓜以及花生这样子的农作物作为他们日常的主食。这个叫做鱼饭。鱼饭 ，OK。鱼饭，这个食物在中国的沿海普遍存在的。它是根据各地特产的鱼来制作成鱼饭。鱼饭通常都会去了内脏以后，连鱼皮一起用海水煮。这样的做法，鱼皮会紧致，保持鱼肉的水分。晾干脱水以后，鱼肉更加紧实。蘸一点酱油或者蘸一点豆瓣酱，美味无穷。我们这边的渔民都称为准卡郎。准卡郎，对，就船底人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的菜呢就称之为船底菜。也就是说，渔民在船上，他出海打鱼，可能2到3天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他就在船上快速能够填饱肚子、充饥的一些食物，所以他的做法呢都更趋于简单粗暴，然后方便储存，能够快速吃到食物本身。大家可以试一下。耶！耶！那我就不客气喽。看到吗？超大颗这个螺。你是鸡的做的。Oyster, my love。哇，没想到你是那么爱吃的啊！因为我觉得对我另眼相看，我终于在认真吃东西。其实我是会认真吃东西的人。Good， 太好吃了，它都吃了剁脚。Super good， 好新鲜哦，真的。Good, right? I like this one. I vote for this one. I love this one because it's fresh. Yes， Because we live in the city, so it's really 没有那么好的 hard 新 for 鲜 us to find something fresh like this. 而且它的肉是有点像酒腌过了以后，对，对，那种就有嚼劲儿，他们这边的紫菜真的很丝滑，就是很丝滑，一下子就下到你的喉咙里去了。好吗？
好吗？好，是不是好 I just try it. Good, super good. 哇！泉州地区的海域辽阔，沿海水质好，海洋生物丰富。在这里产出的紫菜，尤其是盘状紫菜当中的头水紫菜是绝品。这种紫菜肉质肥厚，谷氨酸含量丰富，鲜美，必须在微生物丰富、阳光直射、海水温度较高的海湾中才能收获。不仅让人们能够品尝到海洋的风味，也让人们能够通过紫菜获取必需的蛋白质。我要换我的第一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第一名？你知道了吧？这个紫菜，对，牡蛎太好吃了，太好喝了。就我很少吃到这样的紫菜。我觉得大推哎，就是来泉州吃美食，很推荐。泉州我会再来的。我好想要买一包回去煮紫菜汤，因为我儿子真的很爱喝紫菜蛋花汤。啊！刚刚那个朱莉那个老师在解释的时候，他把一个盖子一个拿下来的时候，后面的阿姨非常自然、专业的一直在收。对。有一点不自然吗？不是，是我觉得是自然的。是吗？对。那他可以找一个人能收的阿姨啊。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讨论这个，因为我觉得东西好好吃，因为我很爱吃海鲜。上菜。好，那我别说了。所以你们觉得这样？吃的还习惯吗？超好吃，非常好吃。你就是当地人吗？就这个？我是惠安人，但不是这个村子的。那怎么会想要做海鲜呢？因为这边靠海，不做海鲜做什么呢？对呀，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傻。不是，对，龚琳娜。淑芬是谁呀？为什么叫淑芬这个名字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它是一个以惠安女形象为原本的为立场的一家餐厅，所以呢，这个淑芬我们身边当地人很多叫淑芬。对，我们身边有很多叫淑什么或者芬什么。哦，对，就是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，像我婆婆她就叫淑团，然后我们就以惠安女长辈的姓名来命名了一家餐厅。哦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说，在这边用年轻的一个视角来。跟大家表达传统惠安女的一些人文的故事，这样子。那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啊？我学的是编导专业。编导。编导专业最会导演了啊。那你原来学编导，你改行那么远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有个餐厅梦，还是你觉得这个收入会更好？这个大排档刚好是几个年轻人一起做的一个大排档，就是我们做这家餐厅本质是更多是在传播吧，就是一种使命感。就也不是，就说到使命感有点太大，但确实这个更赚钱的呀。那这家餐厅特别的地方是说，我们点菜要用笔画的方式。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说普通话，你们却把他招揽进来？因为这是一个惠安女餐厅啊，因为我们有会说普通话的人，但会说闽南话跟客人对接起来反倒更可贵，它能更好的传播在地文化。哦，什么才算是惠安女？它又不是一个民族，它其实是一个地域，就是你祖籍是惠安，你都算是惠安女。那你算是新一代的惠安女，我算新一代的。那跟老的惠安女有什么区别呢？以前的惠安女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丈夫在外打鱼的时候，她除了做打鱼这件事以外的其他所有生活上的事都是由惠安女承担。大家对她的定义就是特别的勤劳、踏实、努力。但我们作为年轻一代，我们想让大家发现她们辛苦，然后她们的存在，这就是我们做这家餐厅的一个定义在。哦。那我们新一代惠安女共通点就是享受为家庭付出的这个过程，这个是一致的。但现在就是家庭分工会更轻松一点，现在就比较不一样。你刚刚一讲到这个，我就会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平衡的，就是家里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事情，只是说谁在哪一方面更擅长，谁就去做。
然后互相帮忙，谁需要的时候我伸出手，谁脆弱的时候让我安慰，这才就是一家人的意义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平衡就好。对，就一直要寻找平衡。我一直觉得中医里面不是就是讲 balance 这个平衡吗？ balance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就像他们说，如果你期待你的老公可以帮你带孩子什么，我自己出去工作，那你就不要嫌你老公赚的钱少。对。但是当你的老公是赚很多钱，然后他可能花的时间陪你少一点，你就不能再抱怨他啊，你不能在家里陪我。对。其实反过来，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也是一样的。当你要求这个女人在家帮你带孩子、做家务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嫌弃她不工作、不独立。然后在家里工作很累。对，然后你要求这个女人要独立、要自己非常自立的时候，你就不能要求她在家里帮你洗衣、做饭、带孩子。做那么多事，就像刚刚那个包子那个老板娘讲的，惠安女她就是一个很苦的工作。其实你们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 My type of man is tall. 要高的，你也喜欢高的。长得帅不帅不重要的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也觉得蛮重要。真的，你喜欢长得好看的？就喜欢我所有东西都要长得好看的啊！你看我的碗，你看我的筷子，我的勺子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欣荣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哈，但是感觉也很有道理哎。我又觉得他好像很多东西不确定这样。我很想相信他，但我又觉得好像有缺口气儿，可能也是紧张。我看到他手在说话都在发抖。对，但这个地方的想法和说法是挺象征的。对，因为都很好吃，而且我真的还可以继续吃。是他刚才讲他那种自己对于他自己创业啊什么，包括女生，对我有一点不希望他是假的。